嗨，大家好，我是 Susan， 欢迎来到我的花园。正在录制视频的今天，正是蛇年的大年初三。我在此恭祝大家在蛇年吉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花开满园，恭喜恭喜！那今天呢，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藤本月季的牵引以及它的修剪。我会以我院子的几株月季作为例子，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那我们开始吧。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个朝南的全阳的区域。在上一期视频的时候，这里还是枝繁叶茂的样子，但今天呢，大家已经看到它们都已经光秃秃了，而且我给它们的造型来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呢，这一颗龙沙宝石、黄金庆典，它们是共用一个花箱的。黄金庆典在去年，也许是听到我要把它挖掉，它有点害怕了，所以它新长了一些枝条。我今年是有意把这2根强笋给保留下来，我想看看它作为一个藤本牵引起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但与此同时呢，由于它占据了这一个 fence 的一大部分空间，导致呢我旁边的龙沙宝石它就不能够往在下面这一点延伸了，因此我今年给龙沙宝石做了一个调整，我引入了一个拱门的爬藤架，然后是直接把它向拱门的方向牵引，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墙面的应用，而今年我把它改为一个拱门的应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我把这里所有的叶子都撸掉了。这是一个根据去年的经验教训，撸掉叶子有好几个好处，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能够避免一些病害的发展。去年呢，我在这个地方我并没有撸叶子，因为我去年也是这时候1月底的时候修剪整理牵引的，在当时包括今年也是，叶子都非常的油亮，一点都没有问题，就是很健康的样子，所以我也就想着 OK， 那就把它保留着。但是这个情况到3月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到3月的时候呢，新枝开始冒出来，新的叶子它是需要很多养分的。作为一个植株，它是一个新陈代谢，它就会把旧叶子的养分抽出来提供给新叶子。一旦是这样的话，旧叶子它失去了养分，它很容易就会被铁锈病或者是白粉病侵袭。去年我就几乎所有的没有撸叶子的月季都爆发了锈病，就是非常难看，斑斑点点的橙色的一些锈粉样子的，应该是一种真菌的病。所以我今年就学乖了，我不管它现在是叶子是黄的还是绿的，我还是全部把它拔掉，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一点。第二个，大家也许能够看到，就是它的芽点其实都已经鼓起来了，通红通红的。这时候你要把旧的叶片把它拔掉，让它的芽点能够充分的暴露在阳光下，接受光照，这能够有利于它来年长得更强壮，也更有可能分化为开花枝。然后我觉得第3个是这样的，即使是你不拔掉叶子，在你的区域那个叶子它没有生病，但好像我刚才说的，它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它也许只是枯黄了，不一定是生病。但是你想想看，一个崭新的植，其他都蓬勃生长，但是还是有那几片孤零零的枯黄的叶子在那里，就感觉很难看，对不对？我们种花其实一个很大的目的，不仅仅是它的花的数量够多，还是要整个气氛，整个形象要很好很漂亮，这才对。所以我觉得旧叶子保留在那里不利于它整体的美观，所以呢，基于它预防病害，能够让芽点充分接受光照以及整体美观，从这3点来说，我都觉得撸叶子是一个很推荐的步骤。当然也有例外了，就是你的植株很小，它是需要叶片去进行光合作用。我觉得在小型的小苗，1个加仑、2个加仑的小苗，你不撸叶子完全没有问题。像现在这样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植株，我是很推荐把叶子去除掉的。那说完了撸叶子，那到下一个项目，那就是修剪枝条。
因为你把叶子拔出了以后，其实整个框架就会非常的清晰，在这里呢，你就能够很好的对枝条做一个取舍。关于这一点呢，我其实也是有一个以前走过的坑想分享给大家。就在我最初种藤本月季的时候呢，一种说法就是，你可以保留这些所有的枝条，把它都牵引上墙，这样的话，它无论是粗枝还是细枝，它都能够开花。我觉得其实这一点也许是对的，但是前提是你那一棵藤本月季是地栽。因为在地栽的情况下，它的根系生长空间是无限的，它的养分供给也是源源不绝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确实是有可能做到，无论大的分支或者是小的分支，它都能够开花。但是我要说但是了，如果你像我这样是有容器去种植的话，这个可能并不能够成立。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无论是花箱还是花盆，它其实提供的空间有限，养分有限。而如果你的植株是无限的长大的话，它很有可能就是每一个芽点分配到的养分都不足以让它能够开出很好的花，这有可能就会导致一些盲芽、盲枝的产生。因此呢，我觉得如果你也像我一样是用盆栽去种植藤本月季，就是修剪是一个很重要的操作，去保证来年花量以及它整体的造型。那接下来我就说一下我会怎么样去取舍枝条。首先第一点呢，我们要把所有的枯枝先给去除掉。怎么样分辨一个枝条是老枝还是新枝了？新枝它是整个，你可以发现它的木质化程度比较低，它的芽点都是非常饱满。但是如果是一个旧的枝条了，因为它曾经在2年或3年前长出来的，它的枝条的木质化程度就会比较高，上边的芽点因为我们修剪过好几次了，可能就会越长越小，越长越小，而且它的分支也会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建议用新枝条来取代掉。那当然，除了这种新旧枝条的交替以外，还有一些的，譬如每一根长枝条，它的顶端你可以把它剪掉，就是相当于一个打顶的动作，这样也有利于侧芽的生长。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拱门上面的这个枝条，这拱门本来呢是不存在的，但是后面的枝条是去年就已经是有的。那这种枝条我其实是在保留主框架的情况下，每一个小分支我都把它做了一个修剪，把顶端的分叉给处理掉，留下一些饱满的芽点。这种情况你就不要把它从根部剪掉了，因为你想想看，它这一根枝条那么粗，一旦剪掉，它再长出来的芽点其实会很细。因此我可以每一个它现在的分支，只要还长得比较健康的，我都保留，至少保留10厘米吧。有一些它很健康，我就保留的更长一些，这样它会在这个2级枝条上面再分出来新的开花枝。我觉得根据去年的经验，这样都能够长得比较好。那关于这个铁架的拱门，我为什么要搭建？是因为随着植株的长大，跟龙沙宝石共用花香的，无论是黄金庆典还是这一棵夏洛特夫人，它们都长得很大了。往年呢，我都是把龙沙宝石这样横的牵引，但是由于现在这一个旁边共用花香的夏夫人，她已经整个体量起来了，我就希望能够给它留更多的空间。因此呢，我就引用了这一个拱门。其实这个铁架拱门是去年我另外一个拱门上面拆下来的，那一个是已经倒下了，它坏掉了，但是放在这里还是可以的，它刚刚好可以卡在这个花箱里面。它的宽度是跟这个花箱是一样的，加上这个花箱它自己本来就很重，所以它就不会有倾倒的风险。在拱门上面不是直直的，是有一点角度，这样倾斜的角度牵引上去，这样的话它的侧芽也能够接受到光照，有利于它长出来。旁边的这2棵呢，就是记得一个原则，就是尽量的横拉，如果即使是不能横拉，也要斜斜的拉上来，
这样能够打破它的顶端优势，让它每一个芽点都能充分的发育，长成花芽。这个是黄金庆典，黄金庆典在我的这一个位置，每年的夏天，我觉得它都有点缺水，但也许它去年听说我要把它挖掉了，它有点害怕，因此它长出来一根强笋，在这里这样的一根强笋。这样的情况我就预留了一部分空间给它，然后给它做了一个弧形的牵引，例如是这样，包括下面的这里也是。你会发现我把这一根枝条，并没有牵引上架，而是把它绑在了另外一根枝条上面。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做法，因为有时候一些枝条它也许不够长，你可以用植株本身来提供一个 support， 用自身做一个支架把它牵引起来。只要我们把这种长枝条都横拉就好，就好像这样，它有个弧形，包括这边一根很粗壮的，那它的长度呢，没有很长，大概就3尺吧，大概1米左右，而且它是靠外的，我没有办法把它拉到那个网上面去，那我就用这一个棍子在后方拉了一个牵引，它也是斜斜的，这样的话它就能够在这个位置把枝条长出来。那其他的比较细的枝条呢，我还是保留着，我并没有把细的这些枝条全都给剪掉，因为我觉得，在这里面的造型除了藤本以外，它有一点灌木的造型，我觉得也还是挺好的，能够填补下方的空缺。其实你可以发现下面这里还挺空的。但至于它开花性怎么样，我就今年实践一下，开花的时候再给大家汇报。在这棵黄金庆典后面乱乱的这一个其实是一个铁线莲，这是一个2类的铁线莲，就是大花早花组，你可以看见它的芽点上面的都非常的清晰。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说2类铁它很费劲，因为确实就一堆枯枝里面你要很仔细的去挑选该从哪里修剪。不过我觉得铁线莲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其实病害没有很多，除了枯萎病。你可以不在现在这时候修剪，我是因为看到它太乱了，我就顺便把它昨天整理了一下。我觉得这个铁线莲你完全可以等这些芽都长出来了以后，你很清楚的看到哪些是活的芽点，你再把它修剪。你不急于在冬天这时候进行，你可以在比如说2月份吧，就它全都开始像这样冒芽了，还来得及，甚至是再长得多一点，你看得很清晰的时候，这样就能够避免剪错。那在这里呢，这2棵，我的朝北的花坛这里有2个比较经典的，勾住了我的衣服。有2个比较经典的藤本月季的墙面应用，包括这边是 Gertrude Jacob， 旁边的是克莱尔奥斯汀。那其实这种墙面应用的想法非常的简单，就像一个扇子一样，把它展开成一个枝条向不同的弧度伸展就可以了，尽量把它靠墙上。这一棵是 Gertrude Jacob， 我是发现它是喜欢冒底笋，所以它每次都是直接从下方根部长一根新的出来，所以它的扇形就非常的直接，你就一根一根排好就可以了。克莱尔奥斯汀呢，它就不一样，它就从一根主笋上面，它的从侧枝它都能够长出很粗壮的枝条。这样的话可能就你一根倒下了，它会不同的这样侧的长出来。因此有可能它会中间有部分位置是需要交叉到的，但我觉得这种可能你要更勤快的去把一些新旧枝条替换一下。我现在是至少有手指粗的枝条我还留着，把那些细的全部都给剪掉，因为它其实还是挺强壮的。因此它也是这样排布，先是主干斜着，然后第2年它会长出这种2级枝条，里有往另外一个方向这样伸展，我觉得应该都可以。目的就是把它们错开了，每个枝条中间留至少1个拳头的位置就可以了。这一棵其实是我的叶雷萨施特，去年你看到它仅仅是第2年，这里的枝条都已经多了
我已经剪过一遍了，把很细的都剪掉，但光是粗的枝条都要10根以上。我觉得它很适合快速的打掉一面花墙，但是我没有位置了，只能是把它盆栽。现在我还在想它要怎么样解决，因为它去年是倒下了，它连同整个花架都坏掉。我换了一个新的这个铁架，但这个铁架感觉有点太小了，因此这一个我应该会做一个靠着墙面，就是真的房屋主体的墙体的应用，但是我还没有时间把它整理，等这个整理完了，我再跟大家分享吧。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啦，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一直想给大家带来的理念就是种花是很个人的事情，每个人他的花园的环境、你花的种类你想要的效果、你能付出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适合别人的经验不一定适合我们自己。所以我在看不同博主他的种花分享的同时，我也会结合自身的经验，我所能够给予的条件去做尝试。不一定某一条路才是对的，只要合适你的，其实都是可以的。那希望大家也能够在这个种花路上，慢慢的体验这种不确定性的乐趣。那我希望我的节目也能够陪伴大家一起走下去。再次祝愿大家在蛇年吉祥，花开满园。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